大家好，我是矿工熊。你记不记得当初母亲对你的爱？从你蹒跚学步的时候，她就伸出双手牢牢地扶着你，给予你支持和关爱。当你跌倒受伤的时候，她会担心地为你擦干泪水，并用温柔的声音安抚你。她日夜守护着你，务求让你好好成长。这是她作为母亲的本能，而这份母爱，即使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也不会改变。当你犯错或感到挫败，她总会站在你身边，给予最坚定的支持和鼓励。她不会因为你的错误而否定你，而是坚定地相信你的潜力。但你又有没有想过，这份母爱其实并非无条件的呢？甚至乎世界上所有爱都是建基于自私的本质上。你又敢相信吗？人类生而自私，应该说所有生物都是自私的。理查德·道金斯于1976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自私的基因》。他以生物学角度重新诠释生物的演化，并提出了自私基因的概念。在书中，比起生物的组成部分，基因被视为进化的单位。道金斯认为基因影响着个体之间的不同行为，借此确保自己能透过繁衍传播给下一代。而道金斯也将这种自私的基因视为生物进化的主要驱动力。自私的基因源于万物起源的本质。在古生物学中有一个假说，叫做原始汤。科学家假设大约在40亿年前，地球上的原始大气和海洋中本来存在着许多无机化合物，当中包括水、氨、甲烷和氢气等等。当这些化合物受到外部能量所影响，例如雷电或太阳辐射，再加上地球的地热活动，触发了一系列化学反应，合成出不同的有机分子。而这些有机分子互相组装，地球上最初的生命就此诞生。在原始汤里面，能够复制自身的分子又称为复制者。复制者会因为不断复制自己而取得数量优势，从而获得更佳的生存几率和演化机遇。生物体内的复制者就是由核酸组成的基因，而核酸的聚合物结构较为脆弱，容易遭到环境因素分解和破坏。于是基因就演化出通过转录和翻译肽链的方式来制造蛋白质加上磷脂和多糖结合的外壳，成为生存机器，从而达到更有效的传播目的。通过不断的竞争和自然选择，生存机器更演化成愈加繁琐和多样化的生物体。而基因就在背后操纵所有生物体，它们会令个体表现出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确保自己的基因可以透过繁殖传递下去。而这些行为会损害到其他个体的利益。动物之间会竞争有限的资源，例如食物、水源和栖息地，甚至会划分和保卫自己的领地，掠食其他个体，确保自己生存的条件。而植物也会在森林中将枝叶和根部茂密生长，争夺阳光和土壤养分。甚至有些物种发展成寄生物，依附在其他物种的体内或表面，并从它们摄取养分来维持生活。这些自私的行为可能在个体层面上具有短期的利益，但在群体或者整个物种层面上可能导致负面影响。当同一个物种里面的个体之间产生过度激烈的竞争，整个群体的合作性都会受到破坏，共同利益受损，最终影响物种的生存和繁衍。于是自私的基因又演化出表面上不那么自私的行为。合作行为是指同一物种个体之间的相互帮助，这种行为可以给群体产生共享资源，促进整个群体的生存和繁荣。举例来说，许多社会性动物，例如蜜蜂和蚂蚁，会以合作的方式建立出复杂的社会结构，而每个个体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维护整个群体。而当中就涉及了利他行为。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相反，个体会为了帮助其他个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以蜜蜂为例，蜜蜂会在幼虫时期开始决定自己的角色。当一颗卵孵化成幼虫时，幼虫会接受不同类型的食物，导致它们发展成不同的角色。工蜂是蜜蜂社会中的主要劳动者，他们负责采集花蜜，然后储存在蜂巢中供群体食用。同时他们也会负责建造和维护蜂巢，部分工蜂还会负责守卫巢穴，以保护蜂巢和整个群体的安全。当探测到任何潜在的威胁，他们会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确保整个群体的利益。套用到人类社会当中，
尽管人类具有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特征，但合作和互惠的利他行为仍然存在。像蜜蜂一样，人类社会也是基于合作和分工的原则运作的。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职责，彼此合作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分工和合作使我们能够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从而实现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为的还是让基因可以透过繁衍传递下去。至于人际关系中的情感，也是可以视为自私的基因驱动的产物，因为建立关系和关怀他人，有助于个体得到他人支持，从而提升生活的质素，增加生存的机会。而志愿服务和慈善捐助等奉献行为，从自私基因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被视为个体为了提升社会地位、获得社会认同或内心满足感而采取的行动。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自我利益和基因的追求。回到影片开端，母亲对孩子的爱被认为是无条件的，但从自私基因的角度来看，母爱也有其自身的目的。母爱和保护欲源于基因的驱使，就连脑中令我们感到爱的多巴胺，也是基因的产物。而我们不惜一切保护后代，还是为了让他们存活和繁衍，最终有助于基因的传承和生存。由此可见，母亲无尽的关怀和牺牲，其中也是存在着基因的利益追求。再者，退一万步，所谓无条件的爱，难道亲子的血缘关系、爱人的互相关怀，不也算是一种条件吗？佛家有云：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最初我们会用最直接的方式去观察和理解事物，并且相信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现实。在更深入的思考和体验后，我们开始意识到事物的本质可能超出一开始的想象，当中的真相还受不同层面和因素影响着，使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更加复杂。到最后经历了更全面、深入的思考，我们又会返璞归真，回到最初的观点，但以更丰富、更全面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在这部影片后，或许你已经意识到自私的基因在生命进化中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世上没有完全无条件的爱。这些观点或许让你感到困惑或沮丧，但同时也可以启发你对人性和社会行为的深入思考。而且我们也要意识到，这只是一种特定的观点，并非绝对的真理。正如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所传达的，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可能会因为视角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爱也许并非是纯粹的，也许是基因有目的的刻录在我们体内的代码。但爱并不是假的。虽然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瑕的爱，但我们也可以在彼此之间寻求理解、包容和共同进步的可能性。那你又认为爱的本质重要吗？欢迎留言一起讨论。如果不想错过任何一部影片，马上订阅这个频道，按下小铃铛就能收到发片通知。我们下次见。